It's good to see you。欢迎来到 Karina 的塔罗频道。如果你刷到这个视频，那么相信我，这绝对不是巧合。今天就让我来带你们看看你们的人性中可贵的闪光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会带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动作，帮助你放松下来，静下心来，提升你的专注力。现在，请心中想着你的问题：我人性中的闪光点是什么？我值得被放大的优点是什么？现在，请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好，相信你现在已经非常专注了。那么现在你的面前有3个指示物，请根据你当下的第一直觉进行选组。在选组的期间，欢迎与我这个视频进行一些好的能量互动。宇宙的能量是在不断的进行交换和流动的，你给我的所有好的能量，我都会双倍把我的好的能量返还给你。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加深与这个视频和我的链接。第一组是 Fear of God， 第二组是 Canada Goose， 加拿大鹅，第三组是 Balenciaga， 巴黎世家。可以根据你的直觉或者你的第一感觉，选出当下你觉得最想探究、最感兴趣的一组。选好组的宝宝们，我们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看解读啦。Hello， 第一组的宝宝们，首先我来先给你们抽一张牌作为结尾的彩蛋，看看宇宙最后想和你们说的话是什么。这张我们把它先放在最下面，到视频的最后我们再来解读它。好，先请第一组的宝宝们心中默念你的问题：我人性中的闪光点是什么呢？我有什么值得放大的优点呢？欢迎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第一组的宝宝们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人哦。首先，我觉得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有一个非常可贵的点，就是你们的人缘很好。你们应该是那种非常聪明，然后又很善于沟通，很善于和人打交道的。我觉得你们最大的优点就是在沟通和人际关系这一方面，你们应该有很多的朋友。然后呢，你的朋友其实并不是靠一些经常出去玩啊，或者是并不是靠一些同学关系这种简单的关系维持着，而是你就是与生俱来的有一种吸引力和自信的力量，让别人觉得和你玩能够享受在其中，并且能从你身上获得一些他们值得学习的东西。比如说可能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但是又不是那种很锋利的那种人，你会以一个很婉转的方式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帮助到大家。同时呢，你也是一个点子非常多的人，比如说当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时候，你提出的建议通常会被大家采纳，会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所以你是一个不管是异性缘还是同性缘都特别好的人，所以人缘这方面是你很大的一个优点，你也会因此在这一方面获得很多好朋友的帮助。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朋友是会义无反顾的出来帮你的，不管是你需要有人和你在一起玩，还是说你遇到了问题想要采纳别人的建议。当你的朋友遇到一些问题需要
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是会义无反顾的站起来的那种人。比如说你的朋友失恋了，需要有人安慰他，听他吐槽，然后给他一些建议，那一般朋友第一个想到就会是你。你的人际关系不光体现在朋友多，而且还是交心的朋友比较多。当你的闺蜜出现一些情感上的问题，比如说失恋啦，或者说和爸妈闹矛盾啦，她们都是很愿意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倾诉给你的，然后你会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在聆听的同时呢，你能给他们一些情绪价值，然后你还能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建议。所以呢，通过这种方式积累出来的朋友，其实都是一些比较长久的朋友。我觉得你的朋友其实都比较依赖你，因为你确实是一个阅历比较广，然后想法比较多，同时非常有沟通技巧，非常会给别人情绪价值的一个人，所以你的朋友都是非常珍视你，非常看重你的。为什么你的朋友喜欢和你聊呢？因为你并不是那种听了一堆吐槽，然后只会跟着一起骂的。比如说你的闺蜜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她来和你说，你听了她的吐槽之后，你并不是那种只提供情绪价值，只跟着一起骂一骂，发泄一下就结束的。你是会认真的站在她的角度帮她分析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然后如果是你的闺蜜有问题的话，你也会以一个很让她能接受的方式告诉她，然后你是那种会劝闺蜜，有的时候会主动，而不是说我是完完全全的那种思维，就是吵架了就该男生来道歉啊。我觉得你并没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观念，给我感觉你就是那种很新兴时代的优质女性的那种。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因为大多数男生如果聚在一起的话，其实并不太会聊感情方面的事情，或者说如果男生找他的兄弟们讲我现在分手了，或者我现在吵架了，其实兄弟们可能就是简单的安慰一下，然后就说我们出去吃饭吧，我们出去喝酒吧，我们出去玩吧。大多数男生可能是这样处理和好朋友的关系，但是你是那种愿意聆听，愿意倾听。如果你的好兄弟过来跟你聊一些情感上的问题的话，你是绝对会很有耐心的听他讲完，然后也会给他一些好的建议的那一种好兄弟。而且我觉得你在人性洞察方面也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就是你能很明确的快速感知到这个人到底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然后你也能快速的感知到别人到底传达的是善意还是嘲讽。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你的情商非常高，因为你的情商高，同时你还是一个特别聪明，然后沟通能力非常强的人，所以你的人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底牌，正位的星币一。我觉得你是一个聪明并且有计划的人。当你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你会很快的把这个想法变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这也是我刚刚说的，很多朋友愿意和你聊天，愿意和你进行交流，因为你真的会给到他们切实的帮助。比如说你的朋友想要创业了，他跟你讲他的计划的时候，你会真的给他一些好的建议，告诉他哪些地方可以再完善一些，哪些细节可以再去思考一下，或者你会给他介绍一些好的资源，帮助他进行这个创业计划。因为你就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你对朋友，你觉得值得的朋友是很慷慨的，你是不建议把你的一些好的人际关系推荐给你的朋友的，你会有一种觉得渡人即渡己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你这样情商的人能交到的朋友，其实都是一些很优质的朋友，他们是非常会领别人的好意的。当你帮助到别人的时候，这样的朋友都会把你的这份好意记在心里，然后他们一定会以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还给你的，就是他们不会欠你的人情的。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交友能力就是非常强的。然后如果到工作上，如果你是一个领导的话，我觉得你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你会愿意培训你的手下，你会愿意认认真真的教他们，你不会有那种领导，就是你不会有
那种有的领导，他们可能就是藏着掖着，因为他们自己的可替代性很强，但是你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你的慷慨是不光体现在你对朋友上，在工作上面，你应该在这一方面也是非常可贵的。我觉得这个品质是你最值得发扬光大的一个品质，而且往往乐于助人的人都会得到别人更多的回报，因为他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不求回报的，你并不是以一个功利心去做的这些事情，而接受你帮助，或者说哪怕是你给予这种情绪价值的人，也是完完全全知道你是真心实意的帮他们的。在当下，你并不是说我帮你是出于一些情感交换啊，或者利益交换啊这样的想法。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更加珍惜你对他们的付出。我们来抽一张神谕卡。是一张 rainbow， 它就在说你是一个非常闪闪发光的珠宝，然后你其实是优秀但是不自知的那一种，你并不是说我以此而骄傲，以此而自豪，你的所有的善意都是发自你本心的，然后因为你把你的善意很好的提供给了别人，所以你是被爱环抱的。这真的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就是你的优秀品质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在闪闪发光，然后你会被真心实意的被大家所喜欢，同时你是一个被祝福的人，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渡人即渡己，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你现在做的每一件好事，你给别人所有善意的好的，其实最终他们都会回报到你的身上。你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其实种下了很多善意的种子。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不管是情感上的帮助，还是工作上的帮助，还是现实中各种现实因素的帮助，我觉得其实你都是会很顺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值得被帮助的人。你就是传说中的宝藏男孩女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宇宙给你的讯息是什么吧。宇宙在说你的灵魂其实是非常智慧的，你只需要 follow your heart， 你只需要维持住你现在所有的个性，你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而且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讯息，就是你其实可以去多多的出去旅行，多多的去进行一些出行。我觉得对于你想法的开阔，对于你视野认知的增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其实你既然是一个很愿意分享、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那么你的认知越高，你就能提供更多有意义的价值。我觉得第一组的宝宝们其实是非常适合做博主的，因为大家知道很多博主其实是有一些功利性的，他们是为了赚钱去做博主的，但是有一些博主他们是出于分享欲，出于把自己有趣的生活，或者说把自己有趣的生活分享给大家的那种分享欲，他们的发心是比较单纯，然后很好的。其实往往那种真实有活人感的博主，有的时候不管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更容易被大家喜欢的。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当你摆脱了功利性的时候，当你做所有东西都只是一个是为了你自己的兴趣，或者说都是为了你只是想帮助别人，比如说一些出行的计划分享啊，比如说出国的一些避雷帖啊，还有做饭的一些小技巧的分享视频啊，还有一些非常单纯可爱的购物分享啊，我觉得你其实很适合做这方面的事情，哪怕去当成一个简单的副业也好，因为当你的发心是很单纯很简单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容易喜欢你的，然后你也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性格，所以希望第一组的宝宝们能够放大自己的这个优点，你们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宝藏男孩女孩。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啦！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或者和这个视频进行一些好的能量互动，让我知道。同时，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选题的想法或者建议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因为我刚刚开始做这个账户，其实还是挺想听听大家的声音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Hello， 选到第2组的宝宝们，首先我们先来抽一张彩蛋牌，作为结尾，最后宇宙想和你说的话，我们就选这张吧。我们把它压在最后面，最后再来解读它，看看能不能和我们的塔罗对应上。那现在我们来抽牌，请第2组的宝宝在心中默念：我有什么优秀的闪光点？我有什么值得放大的优点呢？So many cards。那我们就这3张吧。好，第2组的宝宝们，土元素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你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是不会向困难屈服的。你们是那种很有弹性的性格，就有一个词叫刚极易折嘛。当一个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脑子不知道转弯，或者说不愿意妥协的话，其实他可能会吃更多的苦。但是我觉得第2组的宝宝，你们是深知这件事情的。你们在遇到任何的困难，比如说现实的困难，比如说找工作不顺利啦，或者说投学校不顺利啦，或者说有一些小毛小病啊，我觉得你们都不是会轻易自怜自艾的那一种人。相反，有的时候困难会使你们成长，你们会觉得说这个学校不要我，这个工作不要我，那我就继续投呗，那我可以换一个方向啊，那如果我不适合学金融，那我不如去学设计好了呀。就是你们是在遇到困难非常有变通能力，然后非常会转弯的一个人。同时呢，我觉得你们你们并没有什么特别执着的事情。我觉得你们像乐天派，或者说甚至有一点没心没肺，就是你们遇到除了现实的困难以外，你们比如说和人际关系的沟通不顺利啊，或者说和朋友吵架啦，或者说和爸妈吵架了，或者说大家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其他人都罢工了，其他人都不想干，然后把烂摊子都丢到你头上，各种这些在别人听起来会让他们直接崩溃的事情，我觉得在你这里都不算事儿，就是超级没心没肺。没心没肺绝对是一个很少见的优点。就这种性格的宝宝，你们是不会伤到自己的。我觉得可能心理疾病、焦虑、抑郁这些词儿跟你们天生就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是心理上的、身体上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任何的困难都不会难倒你。比如说你的数学不好，因为数学不好，你可能高考并没有能拿到一个好的分数，那你就去学艺术、学画画、学设计了，你并不觉得你的人生就完蛋了，你并不觉得考不上这个学校，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如果你在行业不好的时候丢掉了工作，你也不会绝望，你不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是一个 loser。你们是非常非常随遇而安的性格，你们非常能说服自己，然后总是以一个很乐观的想法去看待所有的困难，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性格。可能当下大家都听说太多各种人有不同的心理疾病，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们很容易钻牛角尖，他们不够有弹性。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像勾践那样卧薪尝胆，他们可能就觉得我宁死不屈。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心理其实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是像你就是那种能屈能伸的性格，你可以被大家所认可，你可以承受所有的表扬，所有的夸奖，你也可以接受默默无闻，你可以每天出去玩，你可以出去旅游，出去拍照，你也可以邋邋遢遢的在家里看剧，在家里追动漫。我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 flexible 的人，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性格，你永远可以自洽，你可以说服你自己。但是当你恢复了之后，你在挫折结束之后，你又能满血复活，你又能重新出发，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性格品质。我觉得选到第2组的人是不是少数啊？底牌是一张逆位的星币6，我觉得
跟刚刚我说这个也很符合。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你们可以做到随遇而安，因为你们可以把困难在你们心中的分量放得很小，所以你们的内心是非常豁达的。在这种时候，你往往会遇到一些贵人，他们愿意帮助你，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性格这么好、如此乐观的人，那你一定是能成大器的人。当他们有什么需要，比如说有什么新的工作机会，有一些项目，想要找人做，或者说甚至哪怕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副业的机会，或者说一些小的外包工作，他们第一时间就是能想到你，因为他们觉得你值得被帮助，因为他们会觉得你这样的性格在职场中其实是很重要的。既然你不怕挫折，然后也不怕被刁难，你也可以很好的处理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那为什么不是你呢？为什么我要去找那种很容易被挫折打败，心高气傲，然后很优秀的人，而不去找一个可以真的脚踏实地，可以正面面对困难，笑面人生的一个人呢？我觉得第二组的宝宝，因为你们这种随遇而安、豁达的性格，你们会有很好的贵人缘，然后你们会很容易被别人帮助。而且甚至第二组的宝宝有3张土元素的牌，我觉得可能你们在你们人生的前半段可能没有，确实会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可能你们前半段的人生会在别人看来是那种比较曲折，然后不是那种顺顺利利，什么考上名校，名校毕业进入大厂，不是这样的人生路数。但是你们在后面反而是会触底反弹的，有一些宝宝可能是触底反弹，有一些宝宝可能就是在一些跌宕起伏但是却精彩平凡的人生中突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觉得你们因为这里是3、5、6 3张牌，其实直接就是往上走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就是你的人生我觉得是一个上坡路的人生，正因为你对一些虚荣或者说外在的一些荣誉感没有那么的执着，然后你也可以很好的处理你遇到的所有困难。正因为你的这样的性格，所以你其实会得到更多好的机会。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抽一张神谕卡，看看宇宙想给你说的话，或者想跟你说的建议吧。OK， 抽这张。宇宙说你是一个被爱、被光、被祝福环绕着的一个人，就是你其实是值得拥有各种好的一切的。虽然说你自己本人对这些东西并不执着，但是这些东西、这些机会、好的贵人、好的工作机会，可能就是在你不经意间突然的到了你身上，因为你是被祝福的，你是被保护着的，因为你不执着，你不钻牛角，因为你不执着，你不会钻牛角尖，有的时候你会比别人获得更多机会的可能。在你心中所有的工作没有什么贫贱之分，在你心中所有的岗位做所有的事情，可能只要你当下觉得会让你舒服，你都会愿意去做。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比别人更容易迎来一个康庄大道。你看你是被爱着的，然后你会被爱指引到一个金灿灿的大路，然后就这张牌直接就恭喜你了。我觉得其实很符合，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他爸妈离婚，我当时很担心他会有一些很严重的心理创伤，而且他爸妈甚至在他面前打架了。就我当时觉得这父母怎么可以当着小孩子的面打架，而且还打得挺凶的。然后我当时特别担心他，我当时让他到我家来住，然后他到我家住了那一晚，他跟我说了一些话，让我觉得很震撼。他哭了，他一开始是哭了，但是很快就是因为我跟着他一起哭了，然后他竟然反过来安慰我，然后他说没什么，他当时跟我说他觉得他爸妈可能要离婚了，然后我说那你没事吧，因为当时我们是初中 you know 我印象真的很深刻。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的，如果他们在一起不幸福不开心的话，那他们还不如分开呢，反正他们都是我爸妈，永远都会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么乐观的人，我一个 ENFP 我都要担心死了，我一个本来应该很乐天派的人，我都很担心他会经历什么，结果他反过来安慰我。有的时候我是真的很愿意去和他聊一聊，因为我感觉所有的困难到了他那里都
不是事儿，你知道吗？就真的世界上就是有如此豁达的人，但是他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觉得能抽到第2组的宝宝们，你们绝对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看看最后宇宙有什么给你的建议吧。这张牌是在说你爱的人和你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你爱的人可以接受你的所有的，你爱的人可以接受你的命运，你会活成什么样子，他们都是你爱的人，他们都会爱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那么你的另一半他是完全可以接受你的这种随遇而安的，他不会觉得说当你遇到困难或者当你人生有不顺的时候，他想要激励你，他想要拿个鞭子抽你，让你支棱起来，他们反而是会选择默默的鼓励你，陪在你身边的。哇，这2张牌我突然发现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能遇到一个和你同甘共苦的另一半，或者说是和你同甘共苦的一个知心的朋友，他能陪你度过所有你的艰难的时候。但我更倾向于是在感情这一方面的另一半，因为这几个牌面其实都在说你在爱这一方面其实是很丰沛的，你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你都能很好的度过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是有的人会选择把困难放大，有的人会选择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就是不同的人生观念，这就是不同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每个人会做出不同的决定，你就会是去选择接受，然后很好的把这个问题直接就给度过了，然后你很快的就能重新出发。同时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你会遇到一个支持你所有决定的人，你想选择过的那一种生活，你的另一半并不会和你唱反调。第2组的宝宝可能是最好的一组，你们的人生看似困难，看似挫折，但既然你们都能报之以歌，并且你们还有人陪在你们的身边，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状态已经圆满了，都不能用知足常乐来形容了。我觉得这其实是可能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我可以接受一切好的坏的，同时我的身边还有一个人陪，然后命运的安排其实是我会越来越好的。非常恭喜第2组的宝宝们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如果你也是一个乐天派的话，欢迎和我这个视频进行一些好的能量互动，或者在下面评论。感谢大家的观看。Hello， 选到第3组的宝宝们，我们先来抽一张牌，看看宇宙最后想和你说的话是什么，作为我们本次解读的结尾彩蛋。OK， 就这张吧，我们把它压在最下面，最后再看哦。好，在我抽牌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中默念你的问题。第3组的宝宝，你们人性中可贵的发光点是什么呢？你们有什么值得放大的优点呢？哇哦！好，我觉得这一组的宝宝们有很强的执着的能量，让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不鸣而已，一鸣惊人的那一种性格。就是你们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做决定是一个很少的事情，但是你们一旦下定了一个决心之后，你能在这一条路上一直的钻研很久。我感觉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第3组的宝宝的话，我觉得你们是很有毅力的人。用一些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玩一款游戏，你们可能能玩很久，可能有的人到现在都还在玩 DOTA， 都还在玩英雄联盟，都还在玩梦幻西游，都还在玩 DNF， 就可能有的人到现在还在玩狼人杀，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们一旦选择，你们不轻易做选择，但你们一旦做了选择之后，你们真的能把这件事情一条路走到黑。我觉得坚定并且有毅力是你们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吧。而且第3组的宝宝，我觉得其实可能体现在职业上，体现在行动力上，选择工作，有些人可能是会选择经常跳槽的那一种，但是你们是会选择在一个公司里面干很久的那一种。如果是创业的话，有些人可能会选择
按风口去选择创业的方向，但是你们呢是不轻易去做出这个决定，但是一旦你们决定创业，比如说我决定做服装的创业，那我就在这一个赛道上面研究的很透彻，然后一直在钻研，一直在研究，直到做到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席之地，有说话能力的人。比如说如果你们喜欢音乐，喜欢跳舞，那可能在这个领域你们就是能很认真的研究，并且能把你自己的爱好变成你的工作，变成你的职业。可能有一些音乐人，或者说有一些博主，如果是创业的话，我觉得可能一些手工艺，甚至打包博主，就是一些或者 ASMR， 像这种有一点小众，然后不会被轻易选择的赛道，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旦我选择了，我就是能好好的把这个东西做多做深。我觉得第三组的宝宝真的很适合去做一些创业方面的东西，因为你知道创业其实就是贵在研究，贵在深入，然后贵在一个长久的坚持。很多人可能都是在没有一个正向反馈的时候就会选择轻易放弃的，但是第三组的宝宝，你们的毅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然后你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你们是不在乎它是不是当下很火啊，或者说你们也不在乎说我要为这件事情付出多少的努力，付出多久的精力，我觉得你们都是不在乎的。只要这件事情你选择好了之后，你能坚持一直把它做下去。我觉得可能一些像心理学的研究，还有一些比如说去做教授、律师，包括做金融或者会计这方面的工作，可能都很适合第三组的宝宝，因为你们首先有几个优点，一个是坐得住，然后还有一个是肯钻研，然后还有一些像工程师这样的那种类似于越资历越深，然后越老越吃香的一些岗位，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都会是很好的选择。然后在谈恋爱上面，我觉得你们也是非常专一的，就你们是绝对不会去随便谈谈而已的那一种，然后你们也不怎么会经常换恋爱对象，就是你们的毅力不光是体现在工作这一方面，在谈恋爱上，我觉得你们也是不会轻易谈，但是一旦谈了就是能谈很久的那一种风格。我们来看看第三组宝宝的底牌。哈哈哈，我说什么来着？星币7啊，那这个就是完全一样，就是你们就是很耐得住寂寞，然后当你们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你们不是特别的抱着说我当下做这件事情我要看到什么结果而去做这件事情。首先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决定你们是非常谨慎的下的，然后呢同时当你们出现一个阶段性结果的时候，这并不会是你们的一个阶段性的终点，而是你们很快就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下一步行动上去，然后你会想说我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比如说你可能已经在你们公司是一个比较被上级认可的人了，那你就已经会在想说，那当我做领导的时候，我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该怎么去做我的这份工作。就是你是一个有毅力并且有计划并且有执行力的人，你不轻易开始，但是你开始了之后，这条路你是必深耕到底的。我觉得坚持和毅力应该就是你们性格中最值得被发扬光大的，因为在当今社会其实大家都很浮躁，就像看视频，我们已经从看几十分钟的视频到现在几分钟的视频可能你都嫌长，大家可能刷这种短视频软件，可能就是都看那种钩子最火最热的，但是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看长视频了。所以在现在这种节奏很快的社会里面，其实你们能有这样的性格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通常我觉得你们是能够成功的，并不是说钻研就一定能获得成功，但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是因为是有计划，而且很擅长未雨绸缪的，然后你们在事情在进入下一个阶段前，你们就往往会计划着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呢，你们其实规划能力也很强，你们往往能够提前布局，同时因为你们很愿意去钻研嘛，所以你们就是能把事情做得精细化，然后做到好，然后有一个
然后你们的事情是会不断的突破的。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什么阶段是可以让你结束这件事情的。你永远都能找到你要学习的东西，然后你永远都在想着我下一步计划怎么做。我觉得这一组的宝宝其实真的很适合创业，自己做老板，或者说在一个企业里面生根，然后做到这个企业里面的高层管理层，因为你们坐得住，并且有定力。当你们下了，而且你们不会轻易的去转换赛道，所以你们很容易在一个行业里面做得非常的资深。我们来抽一张神谕卡，看看给你的建议吧。OK， 就这张。这张牌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任何恐惧或者担心，或者有一些不确定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和你的高我或者说你的灵魂沟通。就是我觉得你在独处中可能确实能让你更加的静下心来，你想要的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你的和自己的对话，或者说你和自己的思考里面去得到一些答案。你独处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然后和你自己的内心对话，我觉得是能够帮助你解决一些你当下的困惑和问题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更喜欢跟朋友倾诉，和家人从沟通中获得一些建议，有的人可能会更适合向内求，去做一些冥想啊、瑜伽啊，或者说自己进行一些搜索啊、思考啊，然后去得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我觉得你是属于后者的那种。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彩蛋牌吧。Believe in miracles， 就在说相信奇迹。我觉得第三组的宝宝其实创业是很容易成功的，不能说容易成功，就是如果你们去创业的话，是比别人更容易成功的，因为你们有一些创业必备的一些难能可贵的品质，比如说谨慎的选择，比如说毅力，然后比如说未雨绸缪，然后你们在计划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然后你们同时还耐得住寂寞，你们能够把这件事情钻研得很深。当你把一个行业或者把一件事情已经钻研得很深的时候，那你就是这个行业最资深的人。我觉得比起说会有奇迹发生，我觉得倒不如说是你付出了什么，你会有很好的回报。因为既然你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了，那为什么你不会成功呢？可能有一些做学理科的，比如说做设计工程或者程序员这方面的工作也会很适合你们，就是除了创业以外的话，我觉得你们就是能够在你们选择的这个行业里面做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这张牌的土元素和火元素都很多，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事业方面的成就是会比较明显的。整个牌面其实都是和一些自我的探寻以及事业啊还有选择有关，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宝宝未来会是成功人士。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欢迎和这个视频进行一些好的能量互动。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主题，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感谢大家的观看啦，拜拜。